他来到台湾是台湾佛教的福气，他来到台湾不只是佛光人的福气，他是呢所有台湾人民的福气。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林老师所尊敬仰慕的皈依师父星云法师。一样，法师篇我们开始前都会先简述一下这位法师的一生，但是因为呢星云法师的丰功伟业真的说不完，所以我这边快速简短的说明一下。星云法师是1927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的江都，那他早年的时候是经历战火，那个时候他就在中国出家，然后他当时就撤退来台。那像我们现在呢要提到星云法师，就不能不提到佛光山，因为星云法师是众所皆知的佛光山的创始人，然后他的推动的主要的想法是佛法人间化，佛光山的信徒也非常的广，不止台湾，他还遍布到中国、香港、北美和东南亚这样。那我们今天跟林老师聊聊他跟这位星云法师有什么样的渊源。我们先来问问看林老师说，第一次知道或是第一次遇见星云法师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在很多的场合或是我的文章里边，包括我自己的回忆录里边呢，都有非常详尽的来介绍我跟星云法师呢之间的渊源，我跟他呢学习佛法的这些过程，所以大家呢有机会可以呢找来呢参考来看。我小时候呢就是出生在屏东，台湾的屏东，因为我妈呢我爸呢他们都在屏东就业。那么我12岁的时候呢，就全家呢搬到高雄了。那时候到高雄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大舅舅，我妈妈的大弟弟啊，陈仁和呢，建筑师呢，他呢在高雄的林雅这个地方呢，那么设计了一间呢所谓的高雄佛教堂。那么对于高雄佛教堂这样的一个名称，我都觉得有点陌生，因为我小时候在屏东呢，那么亲近的是城隍啦、妈祖啦这些呢，鬼神呢这个宗教啊。所以听说有一个叫佛教堂，所以我呢就跟我妈呢，他们要到高雄佛教堂去参观礼拜的时候呢，我就呢也非常好奇的说，那妈你也带我去。那呢我进到这个大殿里面去呢，一看呢，哇，里面的佛跟菩萨慈眉善目，所以我内心呢非常的欢喜。我说，这个佛跟菩萨呢，好像比那个鬼啊或是神呢来的慈祥，来的和蔼一点这样子。那个时候星云法师呢，他等于是高雄佛教堂的导师了，可以这样讲的。他就呢定期的在那边呢上课演讲。我12岁呢也算是有善根吧，所以我妈呢每一次去听经闻法的时候，我就当作是一个小跟班，所以我呢没事我也去听。我现在回忆起来了，我当时听过这个星云法师讲过的佛经，大概像是普门品，像这个阿弥陀经、八大人觉经。那么呢好像有一次来听他讲的这个金刚经，我那时候年纪小，所以呢大部分呢我听得懂的都是故事。星云法师呢他讲经呢跟人家不一样的，你不会睡觉，就是你不会打瞌睡的，因为他是说故事的高手，他是1等1的说故事的高手，而且他善用比喻，很多高深的这些佛理呢，经过他呢舌灿莲花，真的，那这样一讲起来，我那小小的年纪里面也奠下了佛法的种子，而这佛法的种子呢，一直到我今天80多岁了，我呢还认为说呢，我喜爱佛法的这一点信念，这一点兴趣，就是来自于70年前、60多年前，那么星云大师呢，他给我奠下的。那12岁的时候，我妈呢，她就呢，有一次她就问我说：“你要不要皈依啊？”那我说：“皈依是什么呢？”她说：“皈依就是拜一个师父。”那我就因为我那时候很喜欢看那个《西游记》，所以我跟我妈讲说：“
那么我拜他，他会呢教我武功吗？他会教我怎么样去飞吗？我妈说呢，你不拜的话，你怎么知道那个师父不能教你武功，不会教你会飞呢？所以我就呢抱着呢非常好奇、非常期待的心，那么就呢皈依了星云法师的。他给我的法号叫做慈节，慈悲的慈，节是敏捷的节。早期这个慈字非常值钱的，值钱呢是有点俗气了。你看那个星云法师呢，他当初呢在宜兰所度的那个5位女比丘啊，赫赫有名的，像慈庄啦，有没有慈家啦、慈容啦、慈惠，他们都是慈的。所以我呢常常跟我学生啊，跟我很多的佛友他们讲说，我也是慈字辈的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慈节这2个字我非常的喜欢。所以一直到我读大学以前，我呢在很多的杂志或者报纸里面投稿，我都是用慈节来作为我的笔名的。这个笔名呢跟随一直到我要上大学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才用真正的名字。那么在那个之前呢，用的就是星云法师呢，我皈依他的这个法名。这是我呢小时候我记得呢，跟着我妈听经闻法，那么呢还看了星云法师的书。那时候的佛教的书非常的少，我看他的什么书呢？现在讲起来，有很多人都还记得无声息的歌唱，就讲那些佛教的木鱼啦，还有磬啊，介绍这些法器，他叫无声息，他不会讲话的歌唱，但他会叩叩叩当，好像在唱歌一样。佛教乐器介绍。那么呢，像释迦牟尼佛传，玉林国师讲一个和尚啊，跟一个小姐千金小姐恋爱的故事。那千金小姐很爱那个玉林国师，这玉林是真正清朝的国师啊，不是假的啊。那么呢，我还供他的10大弟子。这个10大弟子，在我写那个慈恩佛教儿童丛书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资料，我都参考了我师父呢10大弟子里面的这些材料，经过自己再把它改写，再把它呢融合贯通写出来的。还好我师父没有呢告我说我侵犯他的版权所以呢这些书就是我童年的时候，那时候佛教书少，这些书酝酿了我对于佛教的喜欢的心，那种热忱就在这里面呢慢慢的培养，慢慢的滋润，慢慢的酝酿出来的。从这里饮水思源，就必须要感谢呢我的师父星云法师呢，他给我的启发。老师皈依的时候是几岁啊？12岁。12岁就皈依啊？这个皈依证我现在还在，我现在还保留着。我想有一天要把它呢送回那个佛光山去。是，我常常这么说，还有人比我早的吗？12岁就是保留那个皈依证书，还有人比我更早的吗？若有人比我更早，那我那个皈依证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现在还把它珍藏着。OK， 对，那皈依法师跟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吗？皈依简单说起来，就是这个师父他做一个把众生领进佛门的介绍人，领航员呐。其实我们佛教的意思的我佛教的本意，你皈依了这个师父，但是你并不是只有这一位法师是你的师父，所有的出家人，有德有修的这些出家人，包括比丘尼，都是你的老师。所以后来我妈呢又带我去皈依月基法师。可以一次皈依这么多？对，月基法师。然后他又呢找我去皈依呢灿云法师。所以我这一生有3个皈依师父。那我算是非常亲近的开正法师呢，反而我没有皈依他。我想皈依他，可是开正师父很好玩，他说免啦，皈依你皈依3个啊，我可以就是等于急啦，你伤客啦，唔好你3个皈依师啊就好啊。我这里好朋友啦，和平的客气了，就说那我就当你的好的老师好了。那个出家师父可以让很多人皈依，然后一般人也可以皈依很多出家师父。
我跟你讲，刚刚我讲过了，师父引进门呐，佛门有句话了，修行呢看个人呐，所以并不是说你皈依的师父多，你的道行就你的修行道行呢，你的道行就高，你的功德就大，你的智慧就更高，没有这回事。你皈依那个师父，你要向他学。我们常这样讲，你皈依佛也没有用，因为你要跟佛来学，那才有用，对不对？所以我们皈依的话，一般是皈依3样东西。第一个就是佛，佛是宇宙人生的真理的发现者。那么呢，法呢是他所发现出来的道理，对不对？我们要佛，我要拜他做老师，他的东西，他发现的真理法，我们当然要学。可是法自己本身不会说，对不对？所以要靠师父僧就出家人了，这个靠僧宝来给他弘扬，来给他解释，来给他诠释，来说明，来引进介绍。所以我们平常说皈依，就是皈依这3宝。为什么叫宝呢？世间上算是很珍贵的礼物了，很珍贵的东西，我们以它做我们的处事的基本，我们修行的根据，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了解。因为老师第一次认识星云法师是在高雄佛教堂嘛，是。那之后听那个星云法师讲经佛法都是在高雄佛教堂。对。那个时候星云法师创立佛光山的吗？那很早，还很早。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那是12岁，刚好再加12岁，我24岁的时候，佛光山才落成。才创立。它的落成碟那个有园游会，我有去参加。园游会是在那个就在佛光山呢，那时候就在佛光山。那个新的那个大佛那边没有接引大佛，如果你面对佛光山，在左边这一半，那时候右边这边呢还没有。原来是在老师24岁的时候，佛光山才成立。是，12年以后了。12年以后。对。佛光山等一下再讲。老师觉得在跟星云法师相处之间，觉得星云法师跟其他的法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OK， 星云法师呢，这生的为佛教所奉献，他的建树，他的成绩可以说是斐然就是非常亮眼，真的是非常的显著。可是我们中国人又有一句话啦，叫做呢，欲之所至啊，谤亦随之啊。一个人很有名呢，他的诽谤呢，就像呢，跟随在他的身后，也就跟着来了。那么有人呢骂他呢是政治和尚，这一点呢，我个人是这样讲的。你看看中国的历史上，乃至于全世界的宗教，哪一个宗教呢，如果没有得到政治的庇护了、的拥护了，它如何能够发展得出来呢？有时候这样想了，对不对？那么呢，星云法师他的身份比较特殊，因为他从大陆过来的，他的祖庭就是他的老师啦，他的皈依师他们在中国大陆。所以他心系大陆这一点，我们没有话说。我们呢觉得这是做人必然应该这样的。为什么？饮水思源。所以他后来回去他的祖庭大觉寺，他去把它呢把它改进的非常的完善，把它呢让呢他以后的他们那些佛教徒们都有一个参拜修行的地方，我认为是非常好的。那么呢，他跟呢中国大陆那边，那么领导人也好，当时很多的这些政治家也好，他们很亲近热络，人情之长呢。可是他有没有说搬到中国大陆去住呢？他还是认为说他的根呢是在台湾。他在全世界建了几百所的佛寺，建了那个呢好多的这个中学，很多的大学，对不对？可是呢，他经常安住的地方还是在佛光山。所以我是认为说呢，星云法师呢，他本身并不爱做官，有什么样的官能够超越了星云法师在佛光山的地位呢？我个人常常这样想呢，他绝对不是一个爱民爱利的人。我在这边呢帮他先说一下，他的书房在佛光的书房，我跟玉汝有多次去拜访他，他呢就是来到他的书房去。他的书房里面只有一个桌子跟一个床，他连冷气都没有啊。
非常的朴实的。他平常看书了、写文章都在那个桌子上，他就是一个小床在那个地方。我呢，这个叫眼见为凭呢所以我认为星云法师他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爱名爱利的人，他也不注重那个所谓的享受。我跟郭刚郭老师有曾经多次在美国西来市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聊天，可是他常常挨那个弟子们的抱怨为什么？这秘密，因为星云法师不喜欢吃水果，他3餐都不吃水果。那些徒弟们都会讲说：“师父，你水果要多吃一点，才能够帮助消化。”星云法师他不吃就不吃，他在笑。那连那个什么水果，对不对，都不吃的人，你想我们吃素的人，如果水果不吃了，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呢？也是啦，对不对？所以这样想，他只是爱人爱法爱佛教。他个人认为说，他被骂或是被诽谤，他完全忍受在他的心里面。有一点，我过去不晓得有没有讲过，星云法师一生的挨骂百千万件的，可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他从来没有为自己去洗脱或是去解释半句话。这样的忍辱功夫了我个人看起来，如果有人骂我，像我们这个节目有人就好像呢无厘头的来骂我一下，我真的有时候有一点按耐不住。可是我自己这样想，哎呦，81岁的老人要沉稳一点，不要让人家看笑话。我这样经过好多的挣扎，我才沉静下来。我跟你讲，谁骂他呢？我补习班高雄的我的同事们，他们有时候这么讲说星云法师政治和尚了，星云法师捞了好多的钱怎么样，我都很不客气的上去说，我说请你们放尊重一点，星云法师是我的皈依师父，我追随他几十年，我可以用我的人格来当保证。他们才呢个个才好像尊重我一下了，尊重我的师父了，所以他们呢就不再说话了。这是一件。我再举一件，我在美国庄严寺，美国佛教会有4次邀请我去那里参加他们的活动，去那边的演讲上课。门外就是庄严寺，美国佛教会的外面就一堆人举着牌说他呢是怎么样子侵占人家的财产，甚至于说呢他有闹什么绯闻，有怎么样子的没的。当时我在美国英文不通，我还跟他用我稍微仅存的英文也不能叫仅存，我生字背很多了但是不会讲不会用，你知道吗？用那个算是非常贫瘠的英文的跟他呢这么等于跟他呛瞎了我说你们这样子是不对的，这么有胆对，后来弄到最后他们呢可能也有点自己的没有趣味吧，就离开了这个消息呢都有传到星云法师的耳朵去。我以后跟他见面的时候，他都把我叫来说：“谢谢你还帮我呢出一口气。”我说：“没，这是做弟子们应该要尽的责任。”我还笑着跟他讲，我觉得他这一点修养不容易了。我是举这2样，因为我有做资料嘛，所以稍微看了一下星云法师。对，我刚刚讲过了，对，提到像欧洲的，本来他们那政教合一，因为宗教我们看起来很单纯可是宗教没有政治，没有政府的保护，这个宗教是没有办法发展的。星云法师他有时候是委曲求全为了发展佛教，所以有一点。而且我只看他为佛教做些什么事，他为佛教做些什么事，他在教育、慈善、文化方面，在台湾来讲，有几个人这样讲能够超越他呢？或是跟他能够等量齐观呢？如果对于这样对佛教这样有作为有建树的人，我们都还不愿意放过他，还要讲说他是政治和尚，他是呢什么样怎么样。我认为这个人呢真的是太不公平了。在我个人看我从来没有说呢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星云法师呢，他只是跟我非常单纯的师徒的关系而已。但是我认为说呢，既然呢阿若你提起了这些本来不在我们的节目能够讲的了，
但是我愿意呢听他讲几句呢公道的话。老师跟星云法师相处下来，觉得星云法师的个性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或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个人认为他非常的惜才，惜才啊，讲业后进，讲业后进，就是他提拔鼓励后人这样。对对对对，他要成立那个中国佛教青年会在台湾，他呢就派他徒弟，他亲自打电话给我，还派他徒弟到我那边来干嘛呢？签名，就是做发起人。那时候做发起人，佛教青年会的发起人。然后他要举办第一次全世界佛教青年会议，就是论文的发表会了。他呢也一样打电话给我，那我跟他讲说我40岁了，他说40岁还算青年。OK， 所以他请我当那个就是等于中华民国的一个代表了，就在那发表一篇论文呢。而且在很多的地方呢的当众宣读了，他就是呢对于讲义后代了啊。我不是学者，但是他认为呢应该把那个机会应该来给我，因为那样的关系呢，我跟着他从高雄啊、台南啊、台中啊，有没有一直到台北，这轮回了，因为那个全世界很多的代表，那么呢就分了几部的车子游览车，一直到台北最后的圆山饭店。到了圆山饭店的时候，当时的这个秘书长呢，就是总干事，就是游祥洲游博士，是佛光山的秘书长还是中华佛教青年会？就是那次会议里面的主办的那个筹办者。OK， 他那时候呢年轻有为，游祥洲长得又潇洒，介绍他接受大家的鼓掌，这当然理所当然了。可是最后的时候，他是把这10几天来在厨房里面煮饭的那个老菩萨，那个欧巴桑啊，那几个欧巴桑呢，从里面呢给他弄到圆山饭店的大礼堂的前面来啊。然后呢，你说呢，他们就是香积菩萨，香积在佛教里面就是在厨房里面很会煮菜的这菩萨啊，香积菩萨。对对，佛教的专门的。有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啊。我在介绍的时候接受大家的鼓掌，我们那时候大家也很高兴。煮那个菜好好吃，原来是这几个老菩萨做出来的。心法师做事的面面俱到，他连那个煮菜的菩萨他都没有忘记要感恩啊。我在那个时候呢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说呢真的我这个师父真的不是寻常人也，他在这一方面他认为也应该向他们道谢，这一点我很感动。就是小细节也非常的注意，没有错。除了这个以外，有一年我跟郭老师，大概在我40岁左右，那么呢到美国去，那时候西来寺还没有建成，西来寺还没有建完成，是那么呢在那边住了10几天，每天呢心法师的邀我跟郭刚老师到他的房间里面，他都很亲切的来，郭老师来坐我旁边，来世民你来过来，他叫我世民，叫他郭老师，因为我是他的皈依弟子。对，这在世民呢，所以郭老师呢比较尊敬的。郭老师来这边，在谈的时候呢，后来他想说这样子的，我们到那个大厅来谈大家聊一下，因为我们要向师父讨教一些问题，那是让大家也能够听，就到客厅来，就是客厅，那是早上。一谈了1个多钟头啊，他的就是西来寺的师父们呢，就在讲说师父打钟了，要吃饭了。师父他也是顾他讲信，法师一直讲，那么讲到第3次，就有徒弟还跑来讲说，师父，大家都等你吃饭了。他说等一下，再等一下，他还是没有要停得下，还继续讲。突然间呢，他就当众这样做的宣布，就第一个。明年呢，邀请林世民林老师来，我们那时候叫白塔寺，西来寺没有建成。白塔寺是西来寺在建造的期间
跟一个基督教堂买的废弃的基督教堂，那么呢就把它改成佛教的。那些祈祷那些位置都保留着。那就是前面变成了佛这就变成了佛寺，然后去邀请我来演讲3天，然后底下的话呢，叫我呢一生呢都呢感动不已，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的呢感动。怎么讲？第一，他来的那一天要到机场去接他，那么第二呢，要派一辆车子给他开，给我开了。他问我会不会开车，我说会。第三才是还好玩，他说如果林老师没有钱了，借给他美金，那回来的话呢，他再还给我新台币。大家都觉得好玩。第4点呢，他说他的机票给他付，还要给他付呢2000块的钟点费，这一点我受不了了，我就站起来我说师父，如果要付我的飞机票，我就不来。如果付钟点费，他说机票免了就付这，我说如果也付钟点费，那我也不到。开玩笑了。那新法师知道我的坚持，他讲说 OK， 那这样子呢，不付机票也不付钟点费，就这样子。所以呢，真的到第2年的时候，连续我来演讲3场。那时候呢，有很多呢，他都鼓励他的弟子们呢，都坐在地下的，都在底下不是地下底下呢，在白塔寺那边。我觉得呢，我刚刚讲过了，奖励后进，对我真的是仁至义尽的这样一个师父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我又想起来了，我想新法师呢，在我童年12岁的时候，就坐在他的座下，专门听他呢讲经说法。我那个时候呢，调皮捣蛋的，我有什么问题，我都是举手来跟师父请教的，所以他对我应该有一点印象。所以呢，他到了美国去的时候，那时候西来寺还没有建，是不是要很多信徒都要去人家家里拜访？那么把很多信徒集中在附近的信徒集中到一户人家，那么在那边他就发表一点小的演讲，然后有一个小的参会。我因为孩子小时候移民美国的关系，就住在那个西来寺的附近，所以我去的时候我都参加我师父的活动。他呢1个礼拜，比如说呢，他有3场的，到了人家到家，这个叫家庭弘法，家庭的弘法，我3次我都会参加。而且我知道他要到哪里，譬如说他今天要到这里，我比他提早20分钟我就去，提早到，然后他还没有到，只要他还没有到，我就自己上台，自己上台讲给简单的说，今天呢我们要来的那个新法师他在台湾是怎么样他是我的皈依师父我小时候的时候看他的时候他的书写的多少什么，因为那些很多都不是星云法师的徒弟刚刚要去开疆辟土的时候那么呢，他每一次到来的时候，看到我这边大放厥词，好像讲的呢口沫横飞，他都会笑笑的跟我点点头，一直讲 Go on， 继续讲继续讲，不要因为这样呢我就下台，所以我就来了，我就呢找个时间，找个地点所谓地点是演讲的那个地方的，把它做一个结束，然后才新法师上台。他上台又讲个半钟头，对不对？有时候他还要再赶下一场，对不对？怎么办呢？他一走了我又上台了，这个叫做合作无间。这合作无间，你知道有些地方是师父们讲很有说服力，有些地方是在家的人讲，对那个没有信佛教的人比较有对，他们有时候觉得而且我打出来的时候呢，我在台湾的话，我是在哪一个高中里面的教书，怎么样？我的著作那时候我也说，我的著作有哪些，这是为了要怎么样，比较有信服力的，让大家这样子的。所以呢，我是举例的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默契。除了这个以外，最重要的，我创办菩提园的时候，新法师给我讲说，哎呦，你这个构想太好了，所以他认为说呢，他应该来跟我合作。他就认为说，将来我们这个菩提园里面所有的学生来吃饭，所有的开销都由佛光山来出。所以佛光山也是菩提园。对，他那时候不是，那时候这样讲，但是我讲说还不需要师父，因为我呢，我有郭刚了，有开正法师
还有那个普妙师傅有几个，我那时候的所谓的10个护法的金刚啊，那时候都已经呢早期了，所以我说呢，先不要。星云法师他非常有眼光，他说：“那么你到美国来帮我成立一个菩提园。”美国菩提园这个计划差一点就成了。他计划在美国呢买一个报社，报社就是人家倒闭了，那个报社有10-20间的那个房间呐。那我说师父，我去了干嘛？因为我孩子他们在那里嘛。他说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也来美国。他给我开的计划是这样子：我到美国的西来市去，晚上去上课，白天呢就在美国那个菩提园坐在那里干嘛？所有从台湾过到美国去的这些信徒，以及信徒的朋友、亲戚们，都来到那个地方。我干嘛？我泡茶，跟他们聊佛法，来介绍佛光山。这个计划99%已经快要成功了，就是差到最后一点点的没有成功，就是缺少一个东西呢，缺少一张绿卡。如果就缺少那张绿卡，用了很多的管道呢，没有呢，没能实现。当然佛教讲因缘呢，我提起这一段呢，就是说呢，师父他很信任我，他认为说呢，可以在台湾或是在美国，可以呢有菩提园这样的一个园地。在台湾的话是接引所有大专青年呢，我们在菩提园前后30年呢，跟我们接触过的，我们服务过的这些大专学生太多了。他呢很有眼光，他看到了这个区块，他也知道在美国佛光山呢西来寺庙建成以前，有需要这样的一个园地来接引很多移民到美国的这些台湾过去的也好，大陆过去的也好，有这样的一个根据地，有这样的一个园地，不会太枯燥，也不会太严肃，就喝茶聊天吃饼干，可这中间就默默的为他们奠下佛法种子。这点接引出击是我一生的职责，我自己所发的一种誓愿。而我自己也非常的怎么样有自信，认为我呢很适合在那种还没有听过佛法的人，对不对？要怎么样用最好的方法来使他们跟佛教有一个连结，跟佛教呢有一个呢能够接触。套用佛教的话，就是说怎么样在他心中呢偷偷的奠下了佛法的种子。这一点呢，我自己认为说呢，我从我师父星云法师那边学到很多，善用比喻。我师父很有比喻，我很会用比喻。第二，也跟他一样，我也很会讲故事，这都跟他学的。所以这是我回忆过去有几件跟他相处的经过了，算是老师继承了一些师父的技能。我呢没有学到他什么东西，他100分，我学不到他的1%。他是我少数所尊重的僧伽里面的一个。了解。那讲到佛光山，那我们来讲一下佛光山好了。毕竟提到星云法师，就不能不提佛光山。那佛光山，我前一阵子，大概前几个月还前1年有去过。现在改建的非常的像百货公司，就是要走一段路上去嘛，然后它里面就有星巴克啊，还有什么还有一些就是卖观光胜地的一些名产那种感觉。那我觉得它基本上已经经营有道，就是非常的商业化，有一点啦，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这种感觉。所以那当初老师比如说也是看着佛光山从一开始没有到有嘛，到现在这个样子，那老师对佛光山有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吗？或是觉得说佛光山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佛光山呢，它里面呢有餐厅，那么卖那个礼品欧米亚给的，对那种的，那么也卖冰淇淋的，没错，冰淇淋还不太便宜还有卖这个什么念珠的很多纪念品。我是不知道怎么样的。我到了佛光山呢，我看到的像我现在去就是那个大佛了。过去这个新的园区还没建成的时候，我看到的只是和蔼可亲的那个阿弥陀佛的接引大佛。
从远方他就很慈祥的期待着我这浪子的归来。是。那么新的园区建完了以后，我一来到的时候，我看的是最后面那个坐的那个大佛了，看着大佛，我个人只是看到了。至于那些什么卖欧米亚给的餐厅的或是什么呢，那个我呢几乎都视而不见。老师比较不会去逛那种地方。可是呢，不是我这个呢是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有的人呢来到了佛门的地方见不到佛，他只看到了就是我们红尘世间里面这些餐厅，这些卖冰激凌的啊，这些呢卖那个水晶的、念珠的，有一串多少钱？有那个好贵。我认为真的是太没有福报了。我没有批评任何人的地方，真的，如果有的人听了以后觉得有点不太高兴了，不太舒服，我只是说呢，我跟以前我妈现在走了，我还把它放到我们佛光山的这个灵骨塔这边来，让他能够天天能够呢跟随他的师父在佛光山修行，还能够听经闻法。如果佛光山一如别的人所形容的，就是那种呢世间的那种呢钞票的那个气息好重，对不对？我还会把我自己所爱的妈妈把她寄养好了，寄奉在这儿吗？我个人是因为将来我捐献了遗体器官要做大体解剖的人那要不然我也喜欢能够呢安息在佛光山，能够跟我的师父呢永远在一起，能够听他老人家听经讲经说法了。所以我在这边讲佛光山一天的开销有多少，大家有时候凭良心去看看就好。所有的冷气所有什么的是几百万不得了今天我们付一点钱到了那种呢名胜的地方，怎么样子就有那么好的饭可以吃。以前就100块，随便你吃到饱，吃完了还可以再去盛再去装。滴水坊，我在美国的西来士，在纽约的，在纽泽西的滴水坊我都有去吃过。我只有一个地方台东的滴水坊好像没有，其他我每个地方都去。滴水坊就是星云法师他自己认为说要让信徒能够花少少的钱就能吃到饱，不要超过100块。那时候的构想素食吃到饱。对，那个滴水坊在美国让你吃到饱，在佛光山你现在也可以去。有好像有印象。对，我是认为这样子的就是说佛光山这些东西都是外包的，不是师父们在经营，很刻薄的要怎么样，就是呢外包来服务很多的游客的。这些游客中间不一定是佛教徒，是没错。你到全世界很多的那种呢，就是风景区他们一样也是这样在运作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来到了佛光山，怀着一颗我去那边就是呢要怎么样，要来礼拜三宝。我来到这个佛光山，我就能够整个心我能够安定下来。我不是来这个地方吃的，对不对？我也不是来这边买便宜货了，便宜货，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如果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做一个佛教徒了，就不应该呢只看到了东西，只看到了餐厅，而没有看到佛。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小的感叹我并没有去指责任何人就是说呢，如果有一天你也认同我这样的话，你去到佛光山，你可能就会心平气和的。如果你还是呢愤愤不平，那就少去几次，那不就得了吗？OK， 是不是？好，因为那个佛光山，我刚才讲那个商业气息比较浓厚，然后比较像百货公司的地方是新园区嘛。新园区像百货公司那样的地方是后来才建成的。我到新的这个园区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样不自在。我跟你讲，你
从那个新的园区往那个大佛方向，那两边那个走廊哦，全部都是有名的书法家他们写的这些佛门的这些寄语，有好多呢都可以让人很感动的。我每一次像我孩子，我现在我的孙子，还有我这些朋友没有很信佛教的，我有时候都要驻足，就是站呢，站在那边不动，那么解释呢里面的含义，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深入的佛法。你讲的那个区块，那个地方就是你看，就是有吃有喝有卖的地方了。对对对，那个地方就是让你有氧吹进来，让那边先休息啊，休息一下，吹吹冷气，填饱弟子真正要所谓的法粮，就佛法的粮食啊，你要充足的话，那你就应该好好的从这边的走廊走过去，去那边，然后又从那边再绕回来。这中间还有好几家的餐厅，有让你到那个楼上去泡茶也不要钱的。我去泡了好多次啊。那里面有那种湖的景色，有好多的地方可以让你呢徘徊流连，不忍呢回家的。你不去看这个，谁叫你那个眼睛都是停在那个高级餐厅、高级的礼品上哦？我认为说呢，我个人讲说，应该是不忍苛责。真的，因为经营一个道场好不容易哦，真的。你当然我刚刚讲的电费就不得了了。对啊，也是有人觉得说，就是佛光山超级会经营，根本是经营之神这样。哎，我这个对这个我呢也没有话讲，但是我认为说，有失公允。那我们佛教徒不要随着人家起舞。对的，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跟他讲，你来到这个地方，有人一掏起来100万都布施了，有人拿起来30万，有人拿起来3万都布施了。那么呢，我们完全都没有付半毛钱，只来这边呢走一走，吹吹冷气都不要钱的，对不对？那么呢，佛光山就有一个目的，希望众生看巍峨的建筑，能够升起欢喜心，能够奠下佛法的种子，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佛法这么好的东西，可以作为我们这一生这一世的依靠。我想这是佛光山呢认为呢，在你的心中能够奠下一个欢喜学佛的种子，这是佛光山的主要的目的。OK， 那么至于吃的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呢，那就是其次。我很少去，我到现在还没有去吃过那个什么5星级的那个餐厅。这我倒是不知道。我没有去过，他那边的那个很高级那些东西呢，纪念品我也没有去过。我每次去都是去吃那个100块的。那个提水坊那个100块的，我这每一次去我都满心欢喜，我都满载而归。我带我的同学啦，带我的孩子、我的孙子的去那边呢，他们一样的非常的高兴。我问他们说要不要再来，他们说要。我说觉得好不好？他说很好。心境很重要。有一说一啦，那个佛光山的餐厅的素食真的是蛮好吃的。如果为了那个素食，我可以愿意再去。真的，对，恭喜！因为是真的蛮好吃的。下次你要去的话，我再请你去吃。是这样。对，我真的觉得那边的东西是真的蛮好吃的。那我们前面佛光山的部分也讲了很多了，最后老师有什么想要补充跟星云法师之间的回忆吗？我突然间想到了普门中学正要创办的时候了。星云大师呢，他就有打电话来找我跟郭老师2个人呢到佛光山去。他呢是他们呢跟我们呢征询说呢这个办一个私立学校应该哪些地方呢应该要注意的，对不对？在课程师资设备应该要怎么样呢才能办一间非常有特色的能够很成功的一个中学其实他问我呢，真的是问到于盲了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我也不太懂，但是我们呢还煞有其事的跟师父呢聊了1个多钟头说呢要怎么样这样子，这是很好玩的一个往事，也可以证明说师父呢他为人的谦虚，他认为说能够博采众议他的心就是希望能够把学校办好。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记得菩提园刚刚成立不久，我就有邀请呢这个星云大师呢来我们菩提园，那时候在文化中心临南街，我就邀请他来演讲，来对同学演讲。我记得那天来了呢200多位，把我们那一栋大楼的管理委员呢都吓得说：“哎，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台湾话叫“是你办的啊，是你闹热啦。”我来讲，这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呢，他要来演讲。哦，这个消息一出，整栋大楼好多人呢，也都呢跑过来，他们也想听讲。结果呢，真的把他围得水泄不通啊！我记得那天呢，大师一来的时候，看到我所布置的佛堂，我是到那个路边摊啊，去买了一个人家那个轮船拆掉那个零件，有一个就是像那个舵一样的东西啊，那个弄起来刚好有8个角，很像我们佛教的八正道，所以我就呢把它弄到呢挂在墙壁上，把它当做法轮一样来装饰。那星云大师呢一看了以后，他说：“好，这个好，很有创意，很有创意。”他说问说：“是你想到的点子吗？”我说是。经过大师他这样来称赞我，还觉得蛮得意的，也可以这样讲的。那么呢，那一次呢，他来那边呢，跟同学呢讲完以后，还跟大家呢闲话家常。那么最后他走的时候，他说呢，他要送我一幅字，现在还挂在我们现在屏东这个菩提园的，那就是他当时送给我的，他自己亲笔写的，他亲笔写的。那时候我到了楼下的时候呢，我跟他呢五体投地，他是我的皈依师父了。我呢拿出一个红包要谢谢他。师父呢他说了一句话：“世敏，我怎么能收呢？我们2个师徒的交情不同。”我听了这句话，我真的太感动。我们2个的交情不同，这种师徒的关系非常的紧密。他认为我可能是他很喜欢的徒弟，而他是我所尊敬的师父了，默契很好了。所以呢，他说这签无论怎么样都不能收。这就叫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常想呢，一个人的一生能接触佛教已经很难得了，能够皈依到一个你所尊敬的师父，那是更加的难得。你想要有多少的福报，你才有这样的机会呢？我今生有这样的福报，我觉得非常的满意。我觉得我今生不虚此行。老师这个感觉非常幸运的一生的感觉。没错。祝福大家也能够在茫茫的人海之中，各自找到自己所心仪的、自己所尊敬的、值得付托一生的好师父。找寻到好的宗教，属于自己的宗教，然后可以找到属于师长，他就可以把领航员，对，他可以慢慢的指导你，慢慢的走向觉悟的道路。好的师长很重要。好，那我们来问最后一题，就是关于星云法师的问题好了。那毕竟那个星云法师他是2023年，就是去年我们现在2024嘛，他们去年的时候过世的。在星云法师过世，非常多的信徒或是说非常多的人觉得难过，这样是。星云法师他往生了。我那时候呢，我是在那个高雄的火车站。那时候我看我的手机里面有标出来说星云法师呢过世了。我在高雄火车站的那个地方，我在电梯那个旁边，那个比较现在高雄火车站还在修建。就我在这样一个地方呢，就面对着佛光山，我呢是双腿呢是跪在那个旁边的合掌的时候呢，师父呢就是一路好走，上品上身，能够呢乘愿再来。这是我以前所发的，说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呢，当我听到说星法师往生的时候，我呢不论在捷运在哪里，我都应该呢跟他五体投地的。是。这是我一个小的心愿。那么他呢，出殡告别式那个时候，我美国的孩子、孙子，他们在美国都守着电视机来看的。那我个人也是守着电视机
来这样看的。我在以前录的节目里面讲，星云法师有没有舍利子，永远不会影响到我林世明对他的尊崇。他今天有了舍利子了，他是来安慰所有的佛光人，所有的佛教徒，说呢，你们不要牵挂，我有舍利子，但是那并不是我的本愿呢。说我一定积极的愿望，说一定要有这个东西来证明我有修行。星云法师一生为佛教所做的贡献，他为佛教所做的贡献，他一生所承担的这样的一种呢责任，我以前说过了，他来到台湾是台湾佛教的福气，他来到台湾不只是佛光人的福气，他是呢所有台湾人民的福气。他呢在台湾的建树都是有目共睹的。我是认为说呢，我们应该要看到人家的好处，所谓的君子呢要称赞别人的好处，不要去专挑人家的毛病。世界上没有完人的，世界上哪有完人呢？他的慈悲，他的担当，他的忍辱，天下第一。真的，我过去最后我做这样的结论。过去我听到大家都称他星云大师的时候，我很不以为然。哦，为什么？真的，我在我的节目里面我都用星云法师，因为我从小12岁我都称他星云法师，法师好，法师好。可是我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我这样讲，我认为他被称为星云大师，当之无愧。哦，这是我在这个节目最后做这样的一种的结论。非常感谢。好，那我们星云法师的这集就差不多录到这里。再讲一次好，因为我们法师篇都是集中在就是老师跟这些法师的回忆。那大家如果对星云法师这位法师有想要彻底的研究的话，可以去网络上找很多资料。好，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录到这里。那我们法师篇之后也陆续会有林老师亲近过的师父的介绍，那我们会陆续的上片这一个系列这样子。好，那我们这集就录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谢谢，感谢林老师，感恩，非常感恩，拜拜，拜拜。